沙漠玫瑰不开花，可以欣赏大肚子，开花后可以看到满头的花朵，非常养眼。但除了观赏价值外，沙漠玫瑰放在家里还能有独特的风水作用哦。那么是哪些风水作用呢？今天花花就来揭秘一下。除了风水作用外，花花今天还会偷偷告诉你养好沙漠玫瑰的精髓，这些精髓才是肚子大、开花多的关键，其他的都是白忙活。如果你对沙漠玫瑰感兴趣的话，别忘记订阅花花的频道，这样你将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精彩内容哦。沙漠玫瑰风水。在五行中，沙漠玫瑰属土，而在风水行当，特别是家居风水方面，土被看作是稳定持久的，可保持家庭的平衡和谐与气场的稳定。因此，只要把沙漠玫瑰养护好，这种作用就会一直存在。首先，沙漠玫瑰的大肚子，它的大肚子寓意财富和富裕，象征着家庭的财源广进和财富滚滚而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沙漠玫瑰大肚子那么顺眼的原因。人的下意识其实是个奇妙的东西。其次，沙漠玫瑰多开花就能开运旺运。因为沙漠玫瑰喜欢阳光，所以摆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就更容易给家里带来好的运势，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幸福。如果你养的沙漠玫瑰不但开花了，而且越开越旺盛，那么也预示着事业会有提升，学业会有收获。沙漠玫瑰虽好，但是因为含有毒性，所以养护时尽量远离卧室。卧室这个位置，从风水来说与健康息息相关，不适合摆放有毒的植物，以免损害身体健康。如果你没有养过沙漠玫瑰，或者一直养不好的话，真心奉劝你先搞清楚7件事，否则别说开花了，很容易挂掉哦。需要多少光照时间？沙漠玫瑰是喜欢阳光的一种植物，不适合在光线少的室内养护，有阳台的最好放在阳台。沙漠玫瑰本身是不怕太阳晒，它的原生地决定了它对于光照的喜欢。它耐酷暑，却不耐严寒，所以平常的时候要给足它光照。如果光照不足的话，它的植株就会出现徒长的情况。这个时候，它的植株就光长枝干，而不长根茎了，它的根茎自然也就长不粗壮。因此，我们在养护它的过程中，并不需要去刻意遮挡阳光。尽管每天从早晒到晚也不怕，越晒开花越多，就怕你没有给予它足够光照的条件，要不怎么会叫它傻妹呢？对了，要是花盆正对太阳升起的东方，光线会更好哦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让它暴晒只能是已经适应了太阳的情况下。如果你的植株是刚买回来的，那就需要把它放在半阴的地方，再慢慢的增加光照了。因为买回来的植株大多是从温室里面培育出来，刚开始还适应不了强光，要让它慢慢的适应。不健康的植株也不能让它长时间的暴晒，否则会出现黄叶等现象，严重的还会被晒死。光照固然重要，但是接下来说的浇水才是让沙漠玫瑰不烂根的关键。多久浇水一次？首先，任何植物浇水都不能论天来算，所以沙漠玫瑰也一样。我们都知道，沙漠玫瑰原本是生长在靠近沙漠的地区，它的原产地本身比较干旱，可能很长时间才会迎来一场雨，这就使得它不得不将自己的根茎发展壮大，以此来储存养分和水分。它的植株也慢慢地适应了沙漠恶劣的环境，所以沙漠玫瑰是不怕干旱的，相反，它怕水涝。将它的根系养得更加的粗壮，一方面是让它进行储存养分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人为浇水来破坏它的生长环境，从而出现腐烂等情况。沙漠玫瑰多久浇水一次呢？我们没必要数着天数去给它补充水分。沙漠玫瑰的茎干大得像个小肚子，体内可储存有不少水分呢。当然，也不能太久不去浇水，我们可以捏一捏它的叶子，有点小软呢，说明它体内的水分快要耗尽了，差不多可以去浇水了。需要配什么土？沙漠玫瑰用什么土呢？花友们不需要刻意去准备一堆植料，用腐叶土加上一些细沙就可以。加上细沙可以起到疏松土壤的效果，让土壤更透气，根系也会长得更健壮。毕竟养花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根基养好。如果家中没办法配土的话，可以买多肉植物的用土来养沙漠玫瑰。是否需要施肥？
任何植物，无论是在生长期还是花期，养分肯定是需要的。就像一个孕育的妈妈，体内不补充营养，怎么能孕育出健康的小孩呢？给沙漠玫瑰施肥，最重要的不是多久施一次肥，而是用什么肥，怎么用。生长期是枝叶分化的旺盛期，这时候不需要偏施磷肥，使用氮钾肥就好，每隔2周左右追肥一次。花期前1个月左右就可以停止氮钾肥的使用，改施磷钾肥，为花期做好准备。到了花期，刚好能促进开花，提供充足的养分给枝头上的花蕾花苞，还能延长沙漠玫瑰的开花时间。5. 是否需要修剪？沙漠玫瑰也有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，当它植株小，枝头上的花苞却很多，远超正常数量时，应该给它进行修剪，把部分花苞修剪掉，每个枝头只留最多3个花苞即可。如果叶片繁茂，建议将部分叶子剪除，直到有缝隙可以通风，否则叶片过于茂密，后期容易黑腐。如果不是养沙漠玫瑰经验很丰富的人，花建议还是不要给沙漠玫瑰剪的一片叶子都不留了，因为沙漠玫瑰还是要通过叶子进行主要的光合作用的，一片叶子也不留，就很容易使得植株消亡。可以将主要需去掉的枝条都剪掉，留下几片绿绿的叶子进行光合作用。6. 叶黄落叶是病害吗？并不是叶黄就一定是病害，也有可能是新陈代谢，老化的叶片会慢慢的发黄枯萎掉落，然后分化出新的叶芽，壮大植株。如果是迅速的发黄的话，才是病害，就要检查好根系是否有腐烂的情况，腐烂的根系要及时脱盆修剪，并且以多菌灵喷洒伤口杀菌，晾干再重新上盆。80%沙漠玫瑰黄叶落叶变成光感，发生在秋末、冬天和初春，这是由于沙漠玫瑰是一种原生于温热带地区的植物，那里常见高温，沙漠玫瑰可保持常绿。但我们的环境就很复杂了，绝大部分地区都是4季分明的，当气温低于15度，沙漠玫瑰就开始黄叶并脱落，这是正常的，属于植物的落叶机制，是为了顺利越冬。7. 其他。沙漠玫瑰不适合养在室内，因为室内光照不够，或者养在室外阳台，或者放在外面露养。另外，关于沙漠玫瑰的品种，不管是哪个品种的沙漠玫瑰，易养程度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多大区别。总之记住3个词就好：耐旱、耐热、易爆花。沙漠玫瑰不仅特别好养，其典雅的花型也是送人的不二之选。沙漠玫瑰花色不同，白色的是花，不适合送人了，红色的可以送人，有着初恋之花的美称，就像是花丛中的一位娇羞少女，适合送给对象哦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如果有错误或者疏漏，欢迎指摘。如果喜欢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